财神爷，我李诗涵不求姻缘，我只求发财，求求你保佑我，让我发大财吧！小财也行，是财就行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却连1万块钱存款也没有，这样子我没脸回家呀！李诗涵，财神爷爷显灵了。李诗涵，你日日好吃好喝招待我，如今你有求于我，我不能不帮你。那我就赐你一双财神眼，望你日后顺风顺水，财源广进。我的眼睛，人呢？为什么每个东西上面都有数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数字是物品的价格。这手机是我5999买的，手机是我拼夕夕上9块9买的，这水果跟银石之香炉这价格全都对。财神爷只是赐给了我一双能够看见物品价格的财神眼，那我可以用这双财神眼去结婚啦！老板，不管怎么办呀？就让我用我的财神眼看看这古玩市场有没有值钱的宝贝。全是眼皮。这个葫芦瓶竟然价值20万，要是能被我捡漏，那就赚发了。老板，我看你这个瓶子还不错，我正好书桌上缺个装饰品，你怎么卖啊？哟，您一眼就给瞅上了，手里这物件，嘿，这可是我高价打老农手里淘进来的，正经八本的好东西。您要是真看上眼了，我给您个10件，5000归您了。5000，看来这个老板也不识货呀，那我就再杀价钱。卖5000，这个瓶子可是价值20万，看来这个老板也不识货，那我就再杀价。5000，你这也太贵了吧！啊，算了，不要了，我去别的摊。哎，别介，姑娘，今儿个咱能碰上，这就是缘分。这么着，您开个价，只要别让我赔本，咱这朋友就算交下了。今天出门身上就只带了3。不是，您听我说，我这可是高价搂来的，300，我连本都回不来，那不争得。好吧，那我下次有机会我再来淘淘。姑娘，您别走啊！您再添点儿，我好歹也得挣个跑腿钱，您说是不是？那就500，不能再多了，就500，再多我真不要了。得嘞，归您了。能不能一夜暴富就看这次。女士你好，我是博古轩的老板李成芳。李老板，我想请您帮我看一下，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？姑娘，这个东西你是怎么来的？古玩街淘来的呀，你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值不值钱就行。这是大清乾隆年制的缠枝莲纹葫芦瓶，这可是真家伙。你要是愿意出，我现在就给你市场最高价。多少钱？至少20万。你要是愿意出，我现在马上给你转钱。好，来，银行卡到账20万元。 500块钱买的东西，一转手就赚了20万，这也太暴利了吧！对了，姑娘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您这个宝贝是多少钱收的？500块。500块，价值20万的宝贝被你500块捡了个漏，这要是被那个老板知道，不得气吐血？有了财神爷送我的这双能看透万物价值的财神眼，我发家致富岂不是指日可待？之前一直心心念念，但舍不得来吃的糕点店，今天我来吃个够！女士，您需要买点什么吗？这个桃酥来半斤，还有那个小蛋糕也给我来个半斤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不愧是高档店铺，装修也这么古朴大气。等等，价值1600万的字画，你要的糕点都打包好了哦，折后价85元。我问一下，你家这些画这都是哪淘来的呀？墙上这些挂画都是老板从各地搜罗过来的，据说每一幅都是出自于名家之手。我家里刚装修完房子，偏中式风格，我想着买几幅画回去也装饰装饰。你喜欢这里的画？
我是这里的经理，叫陈雪。您想买我们店里的画啊？这可是价值1600万的画，当然想买了。听你们的人说，这些画都是从全国各地的名家那儿淘来的，所以想打听一下。这些画都是老板花了大代价买的，你要是喜欢，只要价格合适，我可以做主卖给你。哎，我得掩人耳目，不能上去就问那幅最值钱的。这画多少钱？我们店的装饰画有点贵，要6000块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1万多块钱，我还想着我能买个3、4幅画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女士可能不太清楚这些名画的价值，市面上几百块一幅的画满大街都是，但是挂在家里的墙上就显得很没有档次。我们店里的画虽然有点贵，但是物超所值。这样，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给你降1000块。不让这个经理赚点，估计他不会把画卖掉。为了这幅价值1600万的画，我就不杀价那么狠了。经理，我能接受的价格是3000块钱，你要是觉得可以，我在你这儿挑3幅画走。那估计老板就赚一些辛苦费吧。行吧，你随便挑吧。这2幅，还有这幅。好，帮忙取一下。3幅，一共9000元。商家收款9000元。好，过去了。给您画。感谢女士，欢迎下次光临。陈经理，这些画居然那么值钱，不愧是名画。是不是名画我不知道，但这些都是老板吩咐我去古玩市场淘回来的，均价1000元。今天遇到个缺心眼的，不过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要想反悔可就晚了。李老板，诗涵姑娘，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？又是令又是爆的。我给你带了糕点。哎呦，诗涵姑娘，你可太客气了。李老板，我在那家老字号糕点铺淘了3幅画，有点看不准，所以买回来也让你帮忙长长眼。糕点铺里淘来的画，那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来，我帮你长长眼。这是洛神附图，但是这一看就是现代仿品，不值什么钱，最多就1000。这一幅是韩熙载夜宴图，不过这一看也是民间仿品，最多也就值个1000。诗涵呐，这捡漏可是门学问，不可能天天让你捡漏。这幅画，我猜呀，他也不值什么。李老板，这画怎么样？我打个电话，稍等一下。喂，刘会长，冒昧打扰您了，我这边啊有一幅徐悲鸿大师的双骏图，有点看不准，想请您帮忙鉴别下。哦，冯会长也在啊，那可太好了，我这就过去。李老板，干嘛去啊？赶紧跟我去趟云顶茶楼，书画协会的正副会长都在那儿，可能还有其他内行人，正好把这幅画好好鉴定一下。哎呀，用得了这么大阵仗吗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咱赶紧去吧！这画要是徐悲鸿大师的真迹，那价值至少值1000万呢。李老板，你说你淘到一幅徐悲鸿大师的真迹？不是我，是这位诗涵姑娘，我这一时也拿捏不准，这不来麻烦各位专家鉴定一下。老李，别那么客气。哎，要是真碰到徐悲鸿的真迹，那也是我们的福气啊！来来来，都坐下，快把那幅双骏图打开。这画看着像真迹啊！离不开啊！悲鸿大师的真迹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姑娘捡漏？还是只花了3000块在糕点铺买的？老朱，这幅双骏图你怎么看？印章雕刻用的是大篆，状符所为的确是徐大师用的印章之一。末尾题字表明作画时间，这2处都没有破绽。确实如此。不过从画面来看，左边的骏马采用了豪放的泼墨和劲秀的线描写意方法，着重体现了马的气质和神韵。但是右边这匹马泼墨没有层次，马的强壮体态过于弱化，给人感觉就像随意泼墨一样，没有灵动之感。我觉得这是高仿之作。有一点就说明这幅画有破绽。诗涵，这画是你淘的，当时是怎么想的？我能告诉你们我有财神眼吗？哦，我当时没怎么想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个画它就值1600万，所以我就买回来了。小姑娘，这古董捡漏可不是随便你觉得值多少就是多少钱的，你这也太武断了吧？你懂字画吗？我不懂，但我能看出来这个画呀，
他就是贱价。古董这一行啊，水深的很。你一个小姑娘不懂也敢瞎买？你这是买到赝品了，买画的钱就当交学费了。不对，这就是徐悲鸿的真迹。这个双骏图其实是徐悲鸿义卖的画。义卖？正是癸末1943，是一段特殊的岁月。徐大师在留学期间多次举办义卖，为国内抗战筹集款项。在那样的场合、那样的环境中，徐大师一边泼墨作画，一边义卖筹款，所作与他的其余精品相比，稍微逊色一点。对，就是。大家都知道，京都有一位极为爱马的大收藏家，他在10年前从欧洲的一场拍卖会上就购回了一幅类似的双骏图，当时花了420万欧元，折合人民币约3000万左右。如今徐悲鸿的画作越来越受热捧，国内均价每平尺超100万元。曾经一幅8骏图更是拍出了1.6亿的天价。这幅双骏图毫无疑问是徐大师真迹，虽然尺寸小了点，但上拍卖会的话，价值不会低于1500万元。志涵，这个画你要自己收藏，还是准备出手转让？诗涵，这位是嘉德拍卖行的王总，对古董鉴定也是颇有权威的。王总好。要说鉴宝本事，我远比不上你老李。不过要说做生意，你起码也追不上我。京都有一位大收藏家一直在委托我，遇到好的字画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他。你要是出手，我可以保证市场最高价。不瞒诸位，我呢确实没有条件玩收藏。这幅徐悲鸿大师的真迹双骏图，我确实打算出手。不知王总打算多少钱收？1600万，一分不少。诗涵，这个价格你可还满意？小姑娘了不起啊，年纪轻轻就能淘来这样的大宝贝。真的卖了1600万，这钱也太容易了吧！财神爷果然给力，我这打工牛马的日子说好起来就好起来了。这以后我得买豪宅、买豪车、买黄金、买珠宝首饰，这暴爽的日子触手可及了。怎么啦，我的大小姐，想我啦？诗涵，陪姐妹我出来逛街。好嘞，马上就来。乐乐，你这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逛古玩市场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今天我爸生日，他喜欢看书，尤其喜欢些老书。你不是说最近你运气好，捡了2次漏了？求求我的好姐妹，帮我长长眼。你要是能帮我淘到真古书，赚多少都算你的。行。清朝古书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哎，这家卖旧书，咱们给我爸挑几本。好呀，老板，这书能打开看看吗？那不行，这些都是精装版收藏用的，我可是花了大价钱，哪怕你不小心弄坏了一角，我都损失巨大。这可是孤本，不能随便看。你这不让看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书质量有没有问题？小姑娘，我老黄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诚信2字。这些是我早上刚从一个老胡同四合院里收来的。那家呢，据说可是代代相传的书香世家，据说祖上在清朝时期还当过高官，这些都是在他家里面扒出来的。讲的故事比真的还真，谁信呢？诗涵，我们走。等等，那几本书都是价值好几十万的老物件。真的假的？诗涵，你这么快就发现好东西了？老板，你说个价格，如果价格合适，那我就把这书带回家。哎，我也不瞒你说吧，这书呢，我们是打算当生日礼物送人的，我们不想买贵了。小姑娘，不瞒你说，这每一册我是花了1800元收购的，怎么也要挣个辛苦费。你要是真喜欢五朝史书，你就给个1万整数。老板，你在狮子大开口，我家就有一套这样的精装正产版，我爸说了，最多就值2、3千。哎，小姑娘，你要再这个态度，你这个生意我可不做了啊！我总不能这亏本做，还吃力不讨好啊！老板，你给个诚心价。不卖，我宁愿呀卖给懂行的人。看他说的挺有骨气，可眼神一直在朝我这边瞟，明摆着是以退为进的。这个，哎，可惜啊，老板，我本来觉得吧，这种精装书市面上还挺少见的，我想着你要是能给我们便宜个1、2千，那我们咬咬牙我们就买了呢。你这，哎，算了啊，走。哎，我说黄老板，人家小姑娘既然这么喜欢，那你就满足了人家的心愿噻。小姑娘，这老黄做生意还是比较实诚的，你们说的2、3千，这可有点太低了。你总要让人家赚个烟酒钱吧？这个老板说的也有道理。这样吧，5000我们全部买走，你赚多赚少我们也不去探究了。行吧，小姑娘，
我就交你这个朋友啊。老王啊，这1000块辛苦费，等会儿转给你。黄老板，这一笔至少赚80%吧。今天呀，你运气真好，刚一来就开张了。这什么都不懂行的小丫头片子，不趁机宰一次更待何时？诗涵，我爸要是不喜欢那套古书，你可别生气啊。他平时看着温和，其实对老物件有点挑剔。放心，你爸一定会喜欢的。爸，生日快乐！哎呦，我的宝贝闺女，怎么才来呀？诗涵也来了，好久没见了，都是大姑娘了，快坐。朱叔叔好。你这孩子啊，人来了就行了，怎么还买礼物啊？诗涵辛苦了，陪着乐乐逛一天了吧？哎呀，不辛苦，我俩可是最好的朋友，应该的。乐乐，这是什么礼物啊？快打开让大家看看。建国，我看看你姑娘送的啥，说不定是好东西呢。好哟，是一套史书啊，不错。闺女有心了，这书啊，看着就是旧了点，可是我这书房啊，哎，就是缺这个。这书不得了啊！哎呀，这纸是竹纸吧？颜色偏黄但不脆，墨迹也透纸背，不像是现代仿的。别开玩笑了，这就是孩子们随便买的。你看这落款，道光20年首录，如果我没看走眼的话，这可能是清朝手抄本。真是手抄本？还得再仔细看，但这纸和墨至少有100年历史了。姑娘，你这书哪儿买的？这批注的字迹像是清代文人王隐之的风格呀！我的天哪，诗涵你还真捡到漏了，我待会儿就把这些书的差价补给你。哎，对了，诗涵，刚才张叔叔说的王隐之很有名吗？清代的大文学家，他的批注比那书的价值都高。错不了，这就是王隐之的手抄本。建军，你姑娘给你淘到宝了，真这么值钱？听我给你报个价，唐史至少250万，宋史120万，元史70万，明史36万，清史15万，加起来价值500万呢。老张，你不会看错吧？就这本古书就这么值钱？哼，你外行了吧？你看这纸是清代的莲丝纸，现在有钱都买不到。你再看这装订是蝴蝶装，只有当时的文人才会用这种工艺。不是我吹，这书拿到拍卖行还能再涨点儿。5000块钱买到500万的东西，诗涵你也太幸运了吧！爸，快看看，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宝贝。哎，还是姑娘有心了，知道我喜欢古书。里面好像有东西啊！轻点翻，别弄坏书页。建军，你慢慢的把书页分开一些。这里面不会藏着银票吧？轻点儿，再轻点儿，别把纸弄破了。这是大青龙油，而且是全套里的扩编大龙啊！快放里面，别受潮了。哇，英属圭亚那一分洋红，这可是稀世珍馀，这在市场上至少价值几千万呢。几千万！乐乐，你这礼物也太贵重了。爸，这邮票真这么值钱吗？几千万！诗涵，这书是你挑的，这邮票也是在书里发现的。书我让乐乐原价补给你，但这邮票我不能要。我可不知道，这书里还有邮票。既然这书乐乐已经送给您了，这邮票啊是在书里边被朱叔叔发现的，这说明这是朱叔叔运气里边的福气。那要不这样，这书就当你送叔叔的礼物，我把邮票送拍卖，拍多少钱都是你的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各位藏友，今天咱们专场拍卖的第一件拍品就是清代大龙、小龙、盘龙全套邮票，共10张，其中包含真罕的扩编大龙邮票，品相完好，是难得一见的真品，起拍价1000万元，1200万，1500万，2000万。这才刚开始就翻了1倍多。张教授说这个值几千万，真没想到这么抢手。这要是拍下来，得多少钱啊？
5000万，好，5000万，5200万，5500万。各位，这套邮票可是清代邮政的开山之作，扩编大龙存世量不足10套，错过今天可就没机会了。7000万，好紧张啊！淡定，淡定点儿。7000万一次，7000万2次，7000万7600万，7600万，第1次、第2次、第3次成交，恭喜这位先生。7600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，比我看到的价值还高。接下来的拍品是英属圭亚那1856年1分洋红，起拍价1000万元，1500万，2000万，2500万，2500万一次，2500万2次，2500万3次，成交。李女士、朱先生，2套邮票总共拍了1亿1000万，扣除5%的手续费，实得1亿0450万。这钱我现在转给您，转给诗涵，这是他的东西。诗涵，快收下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就是，你现在可是小富婆了。行吧，那就谢谢朱叔叔了。因尾号8026的书卡账户收入跨墙转账人民币1亿0450万元。我这是不是也算身价过亿了？个10、百、千、万，10万、百万、千万、亿。之前还是交不起房租的打工族，现在居然有这么多钱了，财神爷也太给力了吧！李诗涵，恭喜啊！财神爷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是不是看到我赚了钱来跟我道喜的？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这阵子靠神童捡漏，身价已经累计超过1个亿了，达到了财神眼升级的条件。升级之后有什么用啊？之前只能看物品价格，难道还能有别的本事？没错，升级之后，你的财神眼不仅能看到物品本身的价值，还能看到隐藏价值，比如藏在书里的邮票，嵌在家具里的珠宝，你都能看到。这箱还真的是15块钱买的，真的能看到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好好用这双神童，以后你的致富路还长着呢。不过记住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别用错了地方。我记住了，谢谢财神爷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下次等你身价过10亿的时候，我们再见。你还会有新的惊喜。身价过10亿，还能有新的惊喜？看来我还要努力赚钱。这也没什么隐藏的好东西。老板，这个瓶子多少钱？先生，你可真有眼光，我这摊位里最值钱的一个被你一眼看中了。这是我从一个熟人手里收过来的元青花龙纹挂，在古代那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。你要是买回去往那一摆，还能镇压房子的风水。老板，我就想知道多少钱可以卖？15万。这罐子个大，我回去准备插花用的。老板，你也别蒙我，500块我带走。500太少，我成本都花了800，1000你拿走，我就赚个幸福费。这个老板也太逗了，开了15万的天价，结果1000就能出手，白白忽悠了一大堆废话。你觉得这个值多少钱？老板转手卖个1000不算多，如果是我出手的话，600块正好。就这个价，这位姑娘是内行人啊。行，今天就破例一回，赔钱赚个吆喝。这木雕罐子里有值钱的宝贝，2个亿。老板，那个木雕罐子多少钱？1000块，没得商量。算了，反正要赚老板2个亿，1000就1000吧。成交。这木雕罐子不值钱，最多100。老板，100块卖不卖？我说这位年轻人，你也算是个懂行的，这行有一锤定音的规矩，如果人人都要反悔，那生意还怎么做？商家收款1000元。姑娘，你看中的东西我已经包装好了。刚才那个木雕罐子有点不对啊。女士，等等。有事儿？冒昧的问一句，刚才那个不是普通的木雕罐子吗？能不能让我长长眼？你是内行人？内行算不上，我爷爷喜欢收藏老物件，看多了多少知道一点。女士，你刚才毫不犹豫的买下它，肯定是个中高手。如果是好东西，我可以高价买下来。实不相瞒，家里经营一家小拍卖行，只要是真东西、好东西，我绝对不回口。你不信？我姓钱，叫钱月明，不知女士如何称呼？免贵姓李，你叫我李女士，或者李诗涵都行。你就是李诗涵？你认识我？您就是前段时间在千禧拍卖行
拍出扩编大龙的李诗涵女士。没想到我这么有名。不是有名，是那场拍卖太轰动了。我是千禧拍卖行的总裁，那天本来特意留出时间要去现场见你，结果临时被海外的急事绊住，只能让手下盯着。后来听说拍品是您从旧书里淘出来的，我还一直遗憾没机会认识您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。那还真是巧了。李女士，您买这罐子肯定不是看中它的木雕本身吧？这罐子难道有什么玄机？玄机说不上，但我知道这罐子值2个亿。李女士，您别开玩笑了，这木雕工艺粗糙，木料是普通的黄杨木，最多值100块，怎么可能值2个亿？是不是玩笑？您自己看。但我话说在前头，我说它值2亿，就一定值2亿。李女士，我承认您之前的眼光厉害，但这次可能真走眼了。要不这样，咱们打个赌。怎么赌？咱们现在就找工具开着木雕，要是里面真藏着宝贝，经鉴定值2亿，我不光按2亿收，再多加2000万，总共2.2亿买您的宝贝。但要是里面啥都没有，就是个空罐子，您得倒给我100万，就当是给我这趟白激动的补偿。姑娘别赌啊，这罐子看着就是普通木头，开了肯定啥都没有，100万可不是小数目。是啊，钱总可是拍卖行的老板，懂行的很，您别冲动。姑娘，我这罐子真就是普通货，您别跟自己的钱过不去。有冤大头主动上门给高价，还送2000万天礼，这种好事我求之不得。行，我跟你赌，不过得找个靠谱师傅开罐，别把里面的东西弄坏了。我这就联系附近家具厂的师傅，让他带小型切割机过来，保证小心操作。钱总，切割机已经准备好了。小心点，尽量别碰里面的东西，要是有的话，开始吧。你看，里面就是黑木头，哪有什么宝贝？姑娘这1个亿，怕是要赔了。是啊，钱总都皱眉头了，肯定觉得没希望了。看来你真的是看走眼了。急什么？再切2毫米就能看到了。哎呀，不对劲儿，这里面有硬东西，不是木头。啊！王师傅，再小心点，把缝隙磨大一点，别冲到里面的东西。这看着像牛角做的杯子。这是亚洲犀牛角马蹄杯，你们看这鱼子纹清晰的很，还有杯底的落款，大明宣德年，是明代宫廷的犀牛角杯。亚洲犀牛角现在是保护动物，存世的老杯子少得可怜，就算有蛀孔，简单清洗后也不影响价值。这杯子至少值2亿啊！见证奇迹了！李女士，我输了，愿赌服输，2.2亿，我现在就转给您。钱总说话算话。李女士，我实在好奇，您怎么知道这普通的木雕罐子里藏着这么贵重的亚洲犀牛角马蹄杯？您难道会透视？哪有什么透视，就是直觉。看到这罐子的时候，总觉得它不一般，没想到真没猜错。姑娘，你这直觉可比我们这些老骨头的眼光厉害多了。以后要是再淘到宝贝，可得先通知我们这些老家伙开开眼。李女士，以后您再有宝贝想出手，千万别找别人，直接联系我。千禧拍卖行保证给您最高的价格，还能帮您安排专场拍卖，让宝贝卖出最好的价钱。好啊，以后有机会一定找钱总合作。我现在怎么说也身价上亿了，是该买点金首饰犒劳犒劳自己了。大金镯子，我来啦！欢迎光临金生生，你是想买点什么？我先看看。看来这金店的装修也不行啊，都摆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。这个瓶子值5亿，而且价值还在一直上涨。他们把它放在这里当花瓶，肯定不知道这个瓶子的价值。我要把这个瓶子淘到手，就发达了。女士，您是想看项链还是手镯戒指？我就是想买点金首饰，好看就行，都是千足金吧？必须的，假一赔10。这款手镯1对，这款项链配这个吊坠，还有这款圆珠耳钉1对。对了，这款戒指也要。
先这些，总共算下多少？这些总共有72克，市场价每克918元，手工费每克68元。女士，你挑选的首饰总共70992元。这个报价和我看到的价值一样，卖的黄金倒是挺实在价。刷卡。好嘞。我买这么多有赠品吗？比如送一幅画什么的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们店里挂着的每一幅画都是精品，售卖价比你的首饰还要贵。都是些假货，还想骗我？这么贵？那有其他赠品送吗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本店有消费满10万赠送1块玉的优惠，你看要不再选点？好玉都挺贵的，你们当成赠品肯定不是好品质，我不要，那玩意儿戴着还会伤害健康。我再挑选下，你看能不能在那上面挑个赠品？女士，你有所不知，那架上随便一个瓷器都要买个10几万，最贵的要30多万。那一堆扔在地上的总不会也价值数万吧？我还就不信被你们当成垃圾的也是宝贝。女士，你猜对了，那些虽然算不上好东西，但随便卖的话，至少1、2千。人家买金子都给赠品的，我在你们这儿买了这么多，怎么什么赠品都不给？如果你消费满10万，我就跟老板申请下给你挑一件，相当于给你额外优惠了1000多。你看这诚意如何？像这样的优惠之前从来没有过，我是要冒着被老板责骂的风险去申请优惠的，诚意十足。得。你爽快，我也爽快，把那条最粗的项链算上。好嘞。就那个插假花的吧，假花也送我得了，我回家洗洗，正好摆客厅茶几上装饰。好的，李诗涵女士。女士慢走。土包子。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，为了一个垃圾黑瓶和一束假花，居然一口气花了10万多。刚才应该再忽悠他多买点。这个宝贝花瓶，如果真的价值5个亿，很可能会引起古董界和文化界震动。我必须得赶紧找人鉴定。李小姐，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好事儿？钱总，您在哪里？我在拍卖会，正在和几个古董界的豪家喝茶。李小姐要是有时间，也来坐坐啊。钱总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我刚刚有大发现，事情紧急，我直接过去找你。你打车到拍卖会，我去门口接你，自己小心点。钱总，保持距离。吓我一跳，什么宝贝还要保持距离？我们一边走一边说。钱总，你有没有见过价值5个亿的花瓶？5个亿，还真没有。之前有元气化瓷上拍卖会，也只是拍了2.3亿，5个亿的花瓶还真没见过。诗涵，你到底捡到什么颠覆性的宝贝了？你猜？这我哪猜得出来啊？走走走，咱们赶紧进去说。诗涵，今天在座的都是古董界的行家，这3位都是清北大学考古系主教授，朱教授、王教授、赵教授，行业顶尖的存在。太好了，3位古董界的大佬都在，正好一起给我的这个花瓶做个鉴定。朱教授、王教授、赵教授，这位就是我给你们说的李诗涵，前几天的邮票拍卖会就是出自他手。李姑娘年轻有为，不简单。说你之前还捡漏了一幅许悲鸿大师的真迹双骏图，可惜没有机会一睹大师真迹的封存。诗涵，你刚才说的宝贝，赶紧拿出来，让我们都过过瘾。啊！嗨，是个黑瓶。李诗涵，别看走眼了吧？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王教授、赵教授，你们也长长眼，这个有点意思。王教授，您看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你别一惊一乍的，让我看看。赵教授，钱总，这瓶子我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，你看出什么了吗？我也一头雾水呢。不过看情形，应该不是个普通瓶子，至少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。钱总，手电筒和放大镜一用。您稍等，麻烦把灯关了。了不得！钱总，
我就问你，明朝单色釉瓷器，你见过青釉瓷吗？那种青的发黑的釉色。明朝瓷器烧制工艺到了一个巅峰，在单色釉中有白釉、黄蓝釉、红釉和酱釉。至于你说的青釉，甚至青的发黑的釉色瓷器没见过。在二色釉瓷器中，你见过或者听说过里外都用同一种色釉的瓷器吗？比较常见的是用蓝釉搭配另外一种釉色烧制成二色釉瓷器，其中红釉和姜釉二色釉瓷器最为珍贵，但大多数都收藏在国外著名的博物馆中。你说的里外都是同一种色釉的瓷器，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标本现世。邵教授，这个黑瓶有什么来头？钱总，聚光打上去折射出青光，说明这不是黑釉，而是青釉。瓷器底部有明显的火蚀红斑痕迹，这是明朝瓷器一大特征。而在大明洪武年间，青釉颜色偏黑偏暗，所用青料是进口的苏密离青，上釉偏重时就看起来就是偏黑的。再看釉面非常肥厚滋润，胎体厚重，整个造型立体丰满，线条流畅。最令人震惊的这个双耳瓶瓷是属于另类，世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瓷器，这就对上了。什么？这个双耳瓶很可能是明洪武年间的真品。对，确实是真品。洪武18年秋。天哪，这是奇迹！世上居然还游落着这样的瑰宝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想象，这绝对颠覆了我们的认知。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标本，这是第一个，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。真令人难以置信。李小姐，你是怎么判断这东西是真品的？我就凭直觉，我觉得这东西值5个亿，而且价格还会一直上涨。诗涵，这个双耳瓶花了多少钱？10万多。这钱与双耳瓶本身价值相比，简直是小菜一碟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花了10万多买了些黄金首饰，这个明洪武3转暗龙铜青釉双耳瓶是赠品。诗涵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国之珍宝？自己永久收藏。诗涵，这个双耳瓶一旦被证实是明朝洪武年间的真品，那必然会引发文化海啸般震动。这可是举世无双的国宝，这个双耳瓶可以改写历史，让世人都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皇家风范。你确定不打算出手卖掉？既然是举世无双的珍品，我自然暂时不打算出手，我准备存到银行保险柜里，就当做老了以后的棺材本。好啊，只要这东西不流出海外就行。这个各位放心，我是不会让我们华国瑰宝落在洋人手里的。李女士，您的宝贝已经存好了，这钥匙是专属的，下次取用提前1天预约就行。我们24小时都有人守着，哪怕台风天也不会断安保。麻烦你了，这瓶子太贵重，放家里我总担心夜里睡不着。应该的，您能把这么珍贵的物件放我们银行，是信得过我们。诗涵啊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下个月房租涨1000，你也不看看周边行情，隔壁楼同样的户型都租到3500了。你要是不同意，就赶紧找下家，我这房子不抽租。涨租？上个月才刚涨了500，这才1个月又涨，这涨得也太频繁了吧？李女士，要是租房不方便，我们银行有合作的高端公寓，地段好，还不用跟房东打交道。不用租了，既然总被人拿捏着房租的事儿，不如自己买套房子，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。女士您好，是想租刚需房还是买改善房？我们这儿有地铁口的2居，也有学区房大3居，性价比都很高。我要买豪宅，独栋带庭院的那种，最好是中式风格，预算没有上限，只要地段好，品质够高。您坐，喝口水。没想到您这么年轻就有这实力，正好我手里有个压箱底的房源，西郊水墨江南的中树，那地方可是风水宝地，旁边就是湿地公园，开车到市中心也就20分钟。中式别墅，我挺喜欢这种风格，具体什么样？您看，纯中式园林设计，白墙带瓦，还有私人庭院，里面种了30年的桂花树，秋天一开花，整个院子都是香的。不过房主有个死规矩，必须2亿全款，1分都不能砍，连零头都不能抹。您还考虑看吗？2亿全款没问题，我先去看看房子，要是真合心意，3天内就能把钱打过去。2亿？您都不问问有没有折扣，这可是2亿啊！房子好才是最重要的，要是东西值这个价，多花点也无所谓。哎，我这就联系房主。不过李女士，我得跟您透个底，这房主陈先生脾气有点怪，不爱说话还认死理，只肯卖给懂行的人。您到时候别介意他说话直啊。没事，只要房子好，其他都不是问题。这房子比我想象中还好看，跟古代的王府似的，住在这里肯定舒服。您看这庭院。
都是房主陈先生的祖父当年亲自设计的，连绿植都是有讲究的，说什么改善风水，保证户主万事顺遂。屋里的家具字画也都是老物件，陈先生说都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平时都不让人碰。张经理，这位就是想买房子的。陈先生，这是李诗涵女士，也是位懂行的，特意来看看您的别墅，她对中式风格特别喜欢。这房子是我祖父传下来的，我本来不想卖，但家里出了点急事，不得不出手。丑话说在前头，2亿总价，少1分都免谈，而且只卖懂行的人。要是你想砍价，或者只是来看热闹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光这客厅里的古董加起来就有1亿多了，这家宝贝肯定还有不少，如果能全部拿下就好。陈先生，2亿我能接受，这房子的格局、庭院的设计我都很喜欢，但有个问题，屋里这些家具你要是都搬走的话，我还要重新布置，太麻烦。要是您能把屋里所有东西都留下，能让我拎包入住的话，现在我就能去。行，只要全款到位，屋里的东西连一根筷子都不带走。我祖父当年说过，这些东西得跟着房子走，卖给不懂的人也是糟蹋。那就谢谢陈先生通融，我们现在就能签合同。李女士，这是房屋转让范围的条款，目前写的是房屋主体及固定装修，您看看有没有需要补充的。这里得加上一句，屋内物品包括不限于固定装修、家具、摆件、书籍及所有储物空间内物品，必须写清楚，不能有模糊的地方。不用看那么细，你说加就加，只要今天能把全款打过来，怎么写都行。陈先生倒是爽快，那我们现在转账吧，省得您等久了。银行卡到账2亿元。钱到账了，我也该走了。这房子就交给你了，里面的东西你随便处置。我还有急事，先走了。陈先生再见，张经理，你先回去吧。房子都买好了，我准备休息了。哦，好，那你有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1亿，这抽屉里到底是什么？我去，每一件上面的数字都在1000万以上，我这是捡到大漏了。喂，钱总，我新收的别墅里藏了不少宝贝，你赶紧带朱教授来一趟。博古架上的文玩，随便一件都够吓人的。诗涵，你又捡漏了。我跟朱教授正在拍卖行整理资料，这就动身，20分钟到。对了，要不要提前联系安保？不用，你们直接来就行。我的天，诗涵，你这哪是不少宝贝，这简直是开了个小型博物馆啊！这是清康熙青花龙纹瓶，你看这龙纹的笔触，还有釉面的包浆，这瓶子至少值300万。上次拍卖行拍过一件类似的，才2800万，你这件品相更好。朱教授，还有字画没看？这只是明末的连四纸，颜料是矿物颜料。你看这荷花的晕染，八料申人的印章，没错，这是八料申人早年的墨河图，初步估值2亿。京都的张启元老板刚给我发消息，听说有八大生人真迹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他可是明清字画的死忠粉，上次为了一幅石涛的画，直接加价5000万拿下。说曹操，曹操到，估计是张总来了。不过他要是看到这幅墨河图，指不定要出什么高价呢。诗涵，我刚跟钱总通电话，听说这是八大申人早年的墨河图，要是真物，我出2.5亿，不还价。张总别急，先看看这幅。这是八大申人晚年的孤琴图，现存的只有2幅，一幅在台北故宫，这一幅保存的更好。你看这羽毛的勾勒，还有题跋里的康熙殷酉年，这是他去世前1年的作品，堪称绝笔。
至少值3亿。康熙辛酉年还真是绝笔，这要是拿到拍卖会上，至少能炒到4亿。还有这幅四君子图，你们再看看。这是八大神人中年的代表作，笔法最是灵动，估值5亿没问题。我算算，墨河图2.5亿加孤琴图3亿，青花龙纹瓶3000万，四君子图1亿，总共5.8亿。这些我都要。诗涵，你开个价，只要不离谱，我现在就转账。2亿房款得抵消，还得留余地，就按朱教授的估价算吧，6亿一口价。6亿是不是有点儿？张总，你再仔细看这题皮末尾，有八大生人晚年客居南昌的字样，这段历史记载极少，这画的史料价值比艺术价值还高，6亿真不贵。行，6亿就6亿。不过诗涵，这别墅里除了这些，还有没有其他老物件？你捡漏的本事可不会只盯着茶几上的东西吧？杂物间好像有个旧木箱没打开，还真有个地方没看，你们跟我来。啊，我来。这是啊，1亿比预想的低，但也不错，就是这个顶，一直没来得及看。这是明末仿商代的青铜鼎，你看这龙纹的工艺，还有鼎烛的弧度，有大明宣德年制的款，是当时的官窑制品，虽然不是商代真品，但工艺精湛，值1亿没问题。这鼎我也收了，加1亿，总共7亿。诗涵，你看怎么样？张总爽快，就按你说的来。银行卡到账7亿元。终于把这些宝贝拿下了，回头我得专门建个恒温仓库放他们。张总要是还想要宝贝，下次我捡漏了再联系你。唉，7亿扣除2亿房款，净赚5亿，再加上银行保险柜里那只5亿的双耳瓶。我这不是已经有了10亿了吗？财神爷怎么没出现？财神爷，我已经身价10个亿了，您老是不是该出来给我新惊险了？财神爷没显灵，难不成没有兑现的宝贝不算在身价之内，只有银行卡里的余额才算？我得再想办法捡个漏试试。古玩城逛了一圈，也没看到之前的东西，看来只能找博古轩的李老板和千禧拍卖会的钱总讨点东西。可总不能空手去吧？这家茶叶听说不错，买点儿，就当是顺水人情了。女士，想买什么茶？碧螺春、铁观音、安吉白茶，还是其他的？老板，有没有特供级的太平猴魁？当然有。你看看，顶级太平猴魁。老板，你做生意可不够厚道呀！这太平猴魁的品质连特一级都不如。你这样的话，我价格都懒得问了。哎呀，我瞅瞅，不好意思，不小心拿错了。你稍等，这是我今年最后顶级存货，品质包你满意。你也知道行情，这个特供级太平猴魁在别的茶庄每斤至少2000以上，我也给你个实价，1800如何？你确定这是实价？我赚的也不多，这样吧，再便宜100怎样？也不能让老板1分钱不赚，1700就1700吧。来半斤。好嘞。这老板把好的紫茶壶和一般的都混放在一起，就算是精品茶壶也不会卖出行价。老板，这些茶壶你是当副业？我有个做紫砂为生意的亲戚，生意不好，干脆关掉去拜他儿子享福去。和店里头最后一点存货，我都搬到这里代卖。要不你也挑选个，我就赚个辛苦费，如何？这个紫砂壶竟然值6个亿，看来我要捡的大漏来了，必须拿下这个宝贝。女士，太平猴魁已经包装好了，你还要买个紫砂壶吗？你这紫砂壶我看着都大差不差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些紫砂壶可都是我亲戚留下的精品，都是老物件了，指不定是哪个皇帝用过的呢。老板，你别吹牛了，
真要是有皇帝用过的紫砂壶，你还想会守在这茶庄里卖茶叶？说多了，说多了。反正女士，你要是有喜欢就挑，我给你最便宜的价格。这个多少钱？给你最低价1万整。这也太贵了，算了，我就买茶叶，紫砂壶去其他店里买。哎，我给你个折扣还不行吗？这样我就亏本处理了，1500 2套，你随便选。行吧，我选2套，这套紫砂壶要了，我再选另外1套。就那个吧。女士，给您半斤茶叶加上2套紫砂壶，一共2350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下次再过来买茶叶，我一定给最大优惠。诗涵姑娘，稀客啊，快有小半个月没见你了，最近是不是又淘到好东西，忙着变现呢？李老板还是这么眼尖，不过这次来主要是看您，顺便带了点太平猴魁，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您别嫌弃。这位就是你常说的年纪轻轻就捡漏徐悲鸿真迹的小姑娘。对，秦老，这是李诗涵。诗涵，这位是秦老爷子，咱们是最有名的古玩世家秦家的老家主，专玩明清瓷器和紫砂壶，眼光毒得很。秦老爷子好，今天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。别站着说话，快坐。你这姑娘每次来，要么带宝贝，要么带心意，肯定没那么简单，是不是又淘着什么好东西了？拿出来让我和秦老也开开眼。这壶看着像是普通的民间仿品啊，壶身没包浆，做工也一般，你该不会是打眼了吧？等等，这壶让我再看看。你们看，这壶看着是圆的，但仔细看壶身线条却是圆中见方，方中寓圆。这种造型看着简单，实则成型难度极高，一般的工匠根本做不出来，得对泥料、火候、手工都有极致的把控才行。还真是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才注意到这壶的壶盖和壶身严丝合缝，提起来的时候都没有缝隙，做工也太严谨了。诗涵姑娘，你看这底部的印，行一日间唯我服，这是顾景抽大师的常用印呐。这壶是顾景抽的藏六抽角壶。顾景抽大师，您没看错吧？就是那个被称为胡一泰斗的顾景周。错不了，我10年前在京都博物馆见过同款的藏六抽角壶，就是这个造型，这个印章。顾景周大师的壶泥料都是他自己亲手选的黄龙山原矿紫砂，你闻闻，这壶就算蒙了灰，也能隐约闻到一股紫砂的清香，不是普通泥料能比的。还真有，顾景波大师名震海内外啊！他亲手做的壶，现在海内外的博物馆、文物馆都抢着收藏。我记得前几年有个他的石瓢壶，拍卖价就到了800万，后来又有个仿古壶拍到了1200万，这还不是最高价。没想到诗涵你竟然能搞到他的藏六抽角壶，这可是市面上少有的精品啊！秦老爷子是真懂行，一下就认出来了，比李老板还厉害。我也是偶然在一家茶庄看到的，当时觉得这壶看着顺眼，就买下来了。没想到是这么贵重的东西。诗涵姑娘，实不相瞒，我收藏顾景周的壶几十年了，就差这把藏六抽角壶凑齐一套。这壶你卖不卖？这壶值6亿，现在就看秦老爷子能出多少价。秦老爷子，这壶既然是顾景周大师的真迹，肯定很珍贵。我本来是想拿来让李老板长长眼，没想过要卖。不过要是价格合适，我也不是不能考虑。毕竟好东西也要遇到懂它的人。秦老，您可别小气啊！诗涵姑娘捡漏不容易，这壶可是稀世珍品，您得给个实在价。我知道这壶的价值，也不跟你绕弯子。6亿，我现在就给你转账，1分都不少。秦老爷子竟然正好猜对了价格，比我预想的还干脆。秦老爷子果然是懂行的人，这个价格我很满意，那就麻烦您了。爽快，我喜欢跟你这样的年轻人打交道。我的天，6亿！这可是我开店这么多年见过单币最高的交易了。诗涵姑娘，这是我的名片，
上面有我的电话和微信。你以后要是再淘到好东西，尤其是紫砂壶或者字画，一定要先联系我。要是遇到什么麻烦，比如鉴定或者拍卖的事儿，找我就行，我一定帮忙。谢谢秦老爷子，以后肯定会麻烦您的。诗涵，下次再有宝贝，可别忘了我啊！放心吧，李老板，肯定忘不了。11亿，终于够了。财神爷说过，身价过10亿会有新惊喜，我得赶紧回家拜财神爷。财神爷，我现在已经身价11亿了。您之前说过，身价过10亿会有新惊喜，您老是不是该显灵了？诗涵，不错，才这么短时间就身价过11亿，没辜负我给你的财神眼。财神爷，您终于显灵了。您说的新惊喜是什么？你的财神眼该升级了，之前只能看到物品的价值，升级后你能透视。不光能看价值，还能看到物品的具体情况，比如藏在墙里的宝贝、物品内部的结构，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试试再看看别的，比如墙上的画。民国3年，赠友人。我还能看到画后面的字条。财神爷，有了这个新能力，我以后捡漏就更方便了。好好用这个能力，记住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下次等你身价过100亿，我还会来给你更大的惊喜。财神爷，100亿的惊喜是什么？能不能先透露一点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有了透视能力，说不定能淘到比顾景舟紫砂壶还贵重的宝贝。为了100亿，我得赶紧搜罗宝贝了。什么时候才能身价100亿呢？20亿，整整20亿，这比我之前所有宝贝加起来都值钱。财神爷刚升级的透视技能也太给力了！这破土也太硬了，挖了半天连个坑都没刨深。你小子昨晚没睡好，力气不行吧？看我的！我什么破玩意儿这么硬，差点把我镐头弄断！干什么呢？磨磨蹭蹭的，赶紧把土挖平，下午要浇筑地基。工头，下面有块硬石头，刨不动。3、2、1，就是现在！几位师傅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干活嘛。这石头看着挺特别的，你们这石头卖不卖啊？姑娘，这破石头遍地都是，你买它干啥吧？爸不是傻了吧？就是啊，这破石头又沉又没用，买回去占地方都嫌碍事。这姑娘看着不像差钱的，说不定是想捡个稀奇玩意儿，正好宰她一笔。姑娘，你可真有眼光，这石头可不是普通的石头，是我们挖地基时少见的硬质地花岗岩，是珍贵的建筑材料，结实的很。这工头一看就是想宰我，不如将计就计，赶紧拿下这个宝贝走人。真的吗？我正好想找块特别的石头放家里院子当摆件，看着挺合心意的。既然姑娘喜欢，我也不漫天要价，一口价500块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好材料，平时想买都找不到。你要是喜欢，扫码转钱就行。500就500，我觉得好看就行。转锅了。姑娘真是爽快人，这石头归你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工头。钱总，赶紧带几个懂行的，准备接个20亿的大活。20亿？你又淘到什么宝贝了？到千禧拍卖行就知道了，保证让你大吃一惊。最近古玩市场没什么好东西，倒是赌石圈出了块帝王绿，可惜被海外买家拍走了。现在想淘块好原石太难了，要么是假货，要么就是价格炒得虚高。诗涵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都等你半天了。怎么抱着块石头？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这宝贝实在太沉了。诗涵，你说的20亿大活就是这块石头？对，刚花了500块钱，看着人从地下挖出来的。诗涵姑娘，这就是块普通的花岗岩，表面粗糙，质质坚硬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何止是普通，简直就是块废石，20块钱都嫌贵，扔在路边都没人捡。确实是块普通石头，里面不可能有原石。
诗涵姑娘，你该不会是看走眼了吧？20亿，诗涵姑娘，你这玩笑开的也太大了，就算是顶级帝王绿也达不到这个价啊！这石头里面是黄色的，具体是什么我不懂，反正价值肯定是20亿。黄色原石还20亿，姑娘，你要是不懂赌石，可别随便乱说，免得让人笑话。赌石讲究的是一刀穷一刀富，但也得看石头的品相。你这石头连个松花芒带都没有，里面绝对是空的。诗涵姑娘，我知道你之前捡漏眼光独到，但赌石和古玩不一样，风险极大，可不能凭感觉啊。我既然敢说，就肯定有把握。既然诗涵这么有把握，不如我们现场切开，是真宝贝，我20亿收了；要是空的，你给每位行家发1万块，就当是请大家吃饭了，怎么样？这个主意好，这个主意好。现场切开，一看便知。现场切开，这么轻松就找到买家，这个赌打得太值了，20亿马上就要到手了，成交。那咱们就一步切割式，一起见证这石头到底是宝贝还是废物。各位，请。等切开你们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赢家。今天咱们就看看李诗涵这500块淘来的石头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。奇迹？我看是闹剧还差不多。这么一块连松花芒带都没有的破石头，要是能出宝贝，我就退出赌石界。就是啊，赌石界讲究皮、弦、松花、芒，这石头表面光滑的跟块鹅卵石似的，连点能判断的特征都没有。我赌石几十年，什么样的原石没见过？这石头一看就是普通花岗岩，就算里面有东西，也肯定是不值钱的杂石。是不是宝贝？切开不就知道了？到时候可别有人说话不算数。钱总，机器准备好了，开始吧，小心点操作，别伤着自己。是。我能感觉到他在呼唤我。师傅，从这里切开就行。好嘞。我能感觉到他在呼唤我。你看，你看，这火花溅的，典型的花岗岩特征。里面要是有玉，火花根本不是这个样子。我看这姑娘就是被之前的好运冲昏了头，真以为自己是鉴宝神人了。秦老，您说这诗涵姑娘之前眼光挺准的，怎么这次就这么糊涂？500块买块破石头不说，还敢赌20亿，真是年轻气盛啊！等等，这石头的皮质有点不对劲儿。秦老爷子，您看出什么了？这石头的皮质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看，这石头表面虽然粗糙，但灼烧后的痕迹和普通花岗岩不一样，这皮质下面好像还藏着一层东西。我当时是什么宝贝呢？原来是乌鸦皮。这种皮壳的原石我见多了，看着不起眼，里面大概率是废料。就算有东西，也肯定是品质极差的杂玉。这石头也太硬了，比普通花岗岩难切多了。这是这是什么？怎么会这么黄？这是天皇，天皇！王老，您说这是天皇，就是那个被称为石中皇帝的天皇？没错，这就是天皇，而且是天皇中极其罕见的乌鸦皮天皇。这么大一块的天皇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么大一块天皇的原石，至少价值20亿啊！500块钱淘到20亿的宝贝，这简直是天大的漏啊！诗涵这姑娘运气太好啊！这宝贝，你真打算卖？我既然带来了，自然是愿意卖的。这乌鸦皮田黄，我找了30年。当年我父亲就是因为一块乌鸦皮田黄，遗憾终生。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找到一块乌鸦皮田黄，完成我父亲的遗愿。诗涵姑娘，我知道不缺这点钱，但这宝贝在我这儿能发挥最大价值，我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，不会让它流入海外，更不会让它蒙尘。秦老爷子，我可以卖给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别说1个条件，就是10个条件我都答应你。你说是什么条件？该不会是想加价吧？诗涵姑娘不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，我也觉得她之前捡漏那么多宝贝，也没见她漫天要价，说不定是有别的要求。秦老爷子，我不要现金加价，也不要其他贵重物品。我的条件是，我想跟您学鉴定古玩的本事。
好，好啊！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的要求，我收你当关门弟子。诗涵，你没开玩笑吧？20亿的宝贝，你竟然只要跟秦老学鉴定本事？我没有开玩笑，钱我已经有很多了，但鉴定古玩的本事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秦老爷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能跟着您学习是我的荣幸。好姑娘，有眼光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只想着赚钱，像你这样愿意沉下心来学本事的，真是太少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我毕生所学都教给你，让你成为最厉害的古玩鉴定专家。诗涵姑娘，你这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啊！秦老的鉴定本事在整个古玩界都是顶尖的，多少人想拜他为师，他都不肯收。你这真是走了大运了。是啊，秦老的关门弟子，这个身份可比20亿还值钱。以后你在古玩界，谁不得给你几分薄面子？这姑娘不光会捡漏，还会选靠山。秦老可是古玩世家的老家主，有他罩着你，以后你在古玩界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了。谢谢秦老爷子。不用谢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对了，一会儿你跟我回去。跟您回去？既然是关门弟子了，总该要有个像样的仪式。好。诗涵，随便坐，就当在自己家一样。不愧是古玩世家，秦府的布置真雅致，每一件都是真品。老爷子，茶备好了。你既然成了我的关门弟子，入门礼自然不能寒酸。去把我书房那个紫檀木礼盒取来。秦老爷子，这入门礼难道是件稀世古玩？算不上稀世，不过也算是我们秦家传家的东西。等会儿你就知道。1000万，入门给这么大的礼？这是咱们秦家的祖传之物，是明代出土的珍品，专门传给关门弟子的。你可别小瞧它，光这盒身的木料就是当年御用的金丝楠木。50亿，这比我之前所有宝贝加起来都值钱。这暗格里到底是什么？秦老爷子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首饰盒本身就价值连城，我实在受之有愧。怎么？你是觉得这礼物配不上你，还是不愿意做我的关门弟子？不是的，您误会了，这首饰家展占我的预期，我只是觉得太过贵重，实在不敢收。你这丫头，不过是个价值1000万的首饰盒而已。我秦府里比这值钱的宝贝还有很多，你要是不收，就是没把我当师傅，没真心想入我门下。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我秦某人说话算话，既然答应收你为关门弟子，这入门礼就必须收下。你要是再推辞，我可就当你反悔了。那我暂且收下，但我有个请求。你说？我想现在打开它，如果里面真有更贵重的东西，您随时可以收回。毕竟这是秦家祖传之物，我不能占这样的便宜。你这丫头倒是实在。行，你打开吧。这盒子我都摸了大半辈子了，里面就是个空盒子而已，除了一层绒布，不可能还有别的东西。这里好像有什么不同。这怎么会有暗格？我之前怎么没发现？这是块玉印。这玉质细腻，包浆厚重，看着像是汉代的和田白玉。可这暗格藏的也太隐蔽了，我研究这首饰盒几十年，竟然都没发现。秦老爷子，这玉印的年代和价值，咱们都不敢擅自断定。不如我联系钱总和朱教授，让他们过来看看。好，正好让他们也见识见识我这关门弟子的运气有多好。喂，钱总。诗涵，这么晚了有什么事？我和秦老爷子发现了一块疑似汉代的玉印，上面有模糊的篆字，你们能不能来一趟秦府？汉代玉印，我马上联系朱教授。10分钟后出发，你们等着。秦老爷子，您看这里，这是皇家专用的龙纹，是龙纹碎玉。这玉印的主人绝非凡人。老爷子，这可是天大发现啊！没想到这祖传的首饰盒里竟藏着这么贵重的宝贝。
秦老，诗涵，玉印在哪儿？快让我看看。这篆字像是大明之宝，可朱元璋的玉玺不是早就在战中失传了吗？怎么会藏在秦家的首饰盒里？这不可能啊！钱总眼光毒辣，这篆字的笔势的确贴合明代官印风格，但还得靠仪器验证。把光谱检测仪打开。好的。玉料是明代和田籽料，密度、油润度都达到顶级标准。再看这印泥残留，成分分析显示是洪武年间特制朱砂，含罕见的沉砂晶体，这可是宫廷专用的配方。只是如果真的是洪武时候官洋所出的东西，底部为什么没有任何篆字或者刻印呢？我有新发现。这玉玺内部有细微的洪武18年造刻字。内部刻字，诗涵姑娘，玉料致密，除非切开，否则根本看不到内部啊。我练过特殊的观察技巧，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用强光从侧面照射试试，或许能看到红斑的影子。真的有！这玉玺就是朱元璋早年亲用的随身玉玺，比后来的传国玉玺更具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。当年太祖皇帝未登基时，就用这枚玉玺处理军务，上面的大明之宝4字还是他亲自授意刻制的，至少价值50亿。秦老爷子，这玉玺价值50亿，是国宝级的宝贝，我不能白要。当初您给我的入门礼已经太过贵重，现在又添上这玉玺，我实在受之无愧。诗涵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找乌鸦皮田黄找了30年。是你帮我完成了父亲的遗愿，你明明身价数10亿，却还愿意沉下心来跟我学本事，这份心性太难得了。这玉玺是你凭本事识破玄机才发现的，你必须收下。秦老爷子，您的心意我懂，我只是……诗涵，我秦家守护国宝数百年，不是为了钱财，只是为了找到能好好守护它的人。你安心收下便是。秦老爷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守护这枚玉玺，绝不让它流入海外，更不会让它蒙尘。诗涵，秦老，这玉玺可是国宝级的珍品，还有您之前的明洪武双耳瓶、顾景舟紫砂壶、乌鸦皮田黄，都是罕见的宝贝。不如咱们现在就去千禧拍卖行举办一场临时品鉴会，让更多藏友能一睹国宝风采。这样既能让更多人了解这些国宝的价值，也能让大家见证洪武玉玺的重现，是件好事。行，那咱们明天就办品鉴会。各位藏友，今天邀请大家来参加这场临时品鉴会，是为了展示几件近期重现的国宝级珍品，尤其是我身边这枚洪武玉玺，经多方鉴定，疑似明太祖朱元璋早年亲用的大明之宝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洪武玉玺，竟然真的存在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珍贵的宝贝。这价值得多少啊？简直是无价之宝。这么多珍贵的国宝，不应该只被少数人看到，应该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历史和价值。秦老爷子，我想建立一座私人博物馆，把这些国宝和我之前收藏的珍品都陈列进去，免费对公众开放，让更多人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。您觉得怎么样？好主意，诗涵，你有这份心太难得了，这才是守护国宝最好的方式，既能让国宝得到妥当保管，又能传承文化，我全力支持你。谢谢秦爷爷。诗涵，如你要建私人博物馆，我前期拍行愿意全力协助，无论是文物运输保存，还是博物馆的筹备工作，我都能帮上忙。我也可以担任博物馆的顾问，帮你做文物鉴定和历史讲解工作。这些国宝承载着太多历史，确实应该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。那就这么定了，等品鉴会结束，我就开始筹备私人博物馆，让这些国宝真正火起来。3亿，比我住的别墅贵了1半，就是不知道值不值。喂，张经理。看房产资料了吗？这房子它又有3个扣询价，3天内不付定金就直接跟别人签了。您要是真喜欢，可得抓紧啊！张经理，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？我看资料里只提了基本配置，没说其他的。特别之处就是地段好，面积大呗。业主急着移民，不然也不会这个价出手。您要是真心买，我明天就能带您实地看房，晚了可就真没了。行，明天上午10点，我过去看看。这地方如果用来建成私人博物馆，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房子真实价值竟然是10亿，而且每秒都涨1万，看来今天我必须拿下这个大案。诗涵女士，您可来了。这位是房东刘先生，李女士，久仰大名，没想到您这么年轻。刘先生，客气了，我也是慕名来看房。快请进吧。
真的价值10亿，比报价翻了3倍还多。林女士，您看看这客厅，采光多好，楼上有5个卧室，每个都带独立卫浴，还有一个超大露台。最特别的是，这房子自带一个超大地下室，比地面1层还大。刘先生，您急着卖房，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？不瞒您说，这房子有风水争议，之前住过2任业主，都说是晚上能听到奇怪的声音，还说风水影响运势。诗涵女士，这都是传言，不可信。房子本身没问题，就是业主想太多。风水之说我不信，我只信自己的眼光。这房子我买了，3亿全款，现在就能签合同。诗涵女士，您不再考虑考虑？这可是3亿呀！不用考虑了，我喜欢这房子，很适合改成博物馆，太合我心意了。刘先生，现在能签合同吗？能，当然能。李女士，这里不对劲儿，墙体里面有东西，特别硬。小心点，别用蛮力。墙里竟然有个黄金兽头，价值80亿，比整栋楼还贵。这是黄金！立刻停止施工，这面墙碰都不能碰。看来我这博物馆还没装修好，展品就已经就位了。财神爷真是太给力了！大家抓紧时间，其他地方3天内完工，3天后我的私人博物馆要正式开业。各位来宾、各位藏友、媒体朋友们，欢迎莅临诗涵私人博物馆开业庆典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博物馆创始人李珊女士致辞。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莅临诗涵阁。这座博物馆承载着我对传统文化的敬畏，也藏着无数奇遇与惊喜。今天展出的每一件展品都有它独特的故事，从明洪武双耳瓶到顾景舟紫砂壶，从乌鸦皮田黄到洪武玉玺，还有一件刚刚现世的神秘贵客。诗涵私人博物馆正式开业！各位来宾，重点展品来了！这是刚刚从博物馆地下室墙体中发现的黄金兽首，经鉴定为清代皇家御用珍品，纯金打造，重达30斤，价值80亿，是目前国内已知最完整的清代黄金兽首之一。李女士，这黄金兽首是怎么发现的？您之前完全不知情吗？完全是意外之喜。买这栋房子本是为了建博物馆，装修地下室时才发现墙体里藏着它，也算是冥冥之中让这件国宝找到了合适的归宿。80亿的黄金兽首，这辈子能亲眼见到，值了！这博物馆简直是藏宝库啊！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诗涵私人博物馆，我们刚刚见证了价值80亿的黄金兽首亮相，还有多件1级国宝同台展出，这样的阵容就算在国家级博物馆也难得一见。诗涵，你现在可真是实打实的人生赢家，身价100亿，坐拥一座国宝级博物馆，走到哪儿都是众人追捧的焦点，还有谁能比你风光？钱总说的没错，你这博物馆随便一件展品都能撑起一场顶级拍卖会，现在集中展出，简直是给收藏界投了一颗重磅炸弹。我现在都后悔当初没多收几件你的宝贝。最难得的是，你有钱却不贪财。各位过奖了，现在博物馆的展品还是太少了，一层核心区只有黄金兽首、洪武玉玺这几件镇馆之宝，很多展区还空着位置呢。这还少？你这已经是富可敌国的配置了。别的私人博物馆能有1件1级展品就不错了，你这儿光10亿以上的就有4、5件。收藏之路没有尽头啊！而且财神爷说身价过100亿还有更大的惊喜，我可是等着这份惊喜。诗涵，我可太羡慕你了，又有钱又有事业，我的好闺蜜怎么能争气成这个样子啊？得了吧你，我也就是运气好点而已。乐乐，你快看！看什么啊？不就一片荒地吗？你吓我一跳。这地下有100亿，整整100亿！100亿！诗涵，这片荒地怎么可能值100亿？
看这上面的纹路，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这上面的符号我从来没见过，这东西绝对是惊天宝贝。还真有图案，这看着有点像外星人画的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么贵重的东西可不能留在这儿，万一被别人发现就麻烦了。这要是真的值100亿，我们是不是要发财了？发财是小事，这东西看着不一般，说不定是文物。我得赶紧联系秦老爷子，让他来看看。对，秦老爷子是行家，他肯定知道这是什么宝贝。秦老爷子，打扰您休息了。我发现了一批特别重要的东西，刻着奇怪符号的陶片，财神显示价值100亿，您能不能过来一趟？什么100亿的陶片？诗涵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带考古队的专家过去。我在青山露营地，您快点来，我守着这些宝贝，一刻也不敢离开。诗涵，宝贝儿呢？快让我们看看。都在这儿了，您看这些陶片和上面的符号。这符号的笔触太原始了，不像是商周时期的文字，更古老。陶片的质地也很特殊，是袈裟黑陶，这种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很常见，但上面的符号却从未见过。这是传说中夏朝的文字啊！夏朝文字，夏朝就是那个只在传说里存在，没找到文字证据的朝代。对，之前一直说夏朝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，要是这些真是夏朝文字，那可是改写历史的发现。没错。我早年研究过夏朝遗址的相关资料，有文献记载过类似的符号雏形。这些符号结构简单，表意直接，完全符合早期文字的特征，比甲骨年还要原始。甲骨文距今约3000年，要是这些陶片上的符号是夏朝的，那至少距今4000年，这可是华夏文字始祖啊！太重要了，这不仅是文物，更是证明夏朝存在的关键证据。诗涵姑娘，你这次的发现比任何国宝都有价值。诗涵必须立刻妥善保护，不能有任何损坏。我们现在就把它们运回博物馆做碳44检测，确定具体年代。好，我听您的安排。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宝贝。诗涵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随便露营都能挖到这么重要的宝贝。这可不是我厉害，是这些宝贝自己想重见天日。希望检测结果能证实秦老爷子的判断，那可真是文化界的大事。大家安静，检测结果马上就出来了。出来了，距今约4000年，误差不超过50年。4000年，比甲骨晚草整整1000年，这是真的华夏文字始祖。我们终于找到夏朝存在的文字证据了，太好了，祖宗留下的宝贝终于重见天日了。诗涵，你立了大功啊！李女士，这些陶片太珍贵了，不知道您是否愿意转让？我们学校愿意出高价收购，建立专门的研究中心。是啊，李女士，卖给博物馆或者研究机构，才能让这些陶片发挥最大的价值。价格您尽管开。各位专家，谢谢你们的认可，但这些陶片我不会卖给任何人。不卖？我要把它们放在诗涵阁博物馆展出，免费对公众开放。让所有人都能看到我们华夏最古老的文字，了解我们的文明起源。好啊，诗涵，你这个决定太对了。这些宝贝属于整个华夏民族，就该让所有人都看到。放在博物馆展出，既能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，也能让陶片得到最好的保护，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作为。财神爷，谢谢您一直以来的保佑。你这丫头倒是有心了，诗涵，做得好。财神爷，您来了。你没有辜负我给你的财神眼，恭喜你达成100亿成就，也通过了我的考验。准备好接受新惊喜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是什么惊喜啊？现在你的财神眼不但能看物品价值透视，才能溯源，知道物品的来历。还有一个惊喜，我赐你发财手点石成金之术，你触摸普通石头即可将其转化为纯金。点石成金，真的可以把石头变成黄金？不过有2个规矩：第一，每日仅限使用3次，不可贪多；第二，不可用于非法交易，否则法术会自动失效。我记住了，谢谢财神爷。我能现在试试吗？当然可以。
去试试吧。真的变成黄金了，真的可以点石成金，太牛了！师傅，什么事儿？诗涵啊，明天有个九州文博交流会，你跟我一起去参加。没问题，师傅，明天见。看来捡漏发财的机会又来了。这种民间交流会藏龙卧虎，偶尔能淘到冷门宝贝，就看有没有识货的眼光。上次有藏友在这里用几万块淘到宋代民谣精品，后来拍出300万，今天说不定也有这样的好运。周老，你这是路边捡的石头来凑数，这修补工艺也太糙了，连小孩子玩的假山都不如。就是啊，周老，就算里面藏着东西，这么破的外层也保护不住，肯定早碎了，毫无收藏价值。5亿，还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，这可是国宝级的宝贝。周老，您这件东西能让我仔细看看吗？好，好，好。姑娘想看就看，反正也没人当回事儿，就是小心点儿，外层石头脆，别碰掉了。周老，您祖上有没有说过这玉器是哪里来的？听我爷爷说，祖上是北方务农的，民国初年在自家地里刨出来的，当时就破了个角，怕再损坏，才用石头包起来的。这么多年一直没敢动。姑娘，你该不会真觉得这破石头包着的是什么古玉吧？别被老周的故事骗了，这种祖传的宝贝我见多了，全是不值钱的玩意儿。周老，这件东西我买了，您开个价吧。诗涵，你再仔细看看，这石包玉确实没什么特别的，别冲动。诗涵，这修补痕迹确实是后做的，石头也是普通青石，你确定这里面有东西？我确定，这东西的价值远超表象。周老，您尽管出价。姑娘，这东西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，要是你真想要，给5万块就行，就当是个念想。5万块买块破石包玉，姑娘，你这是钱太多没地方花了。周老，我转您，这东西我收下了。姑娘，太谢谢你了，这东西在我家放了这么多年，终于遇到懂它的人了。周老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它的。哎，这丫头，这次到底是捡漏还是打眼，真不好说。不起眼的石包玉，现在就是华丽变身的时候。师傅，现在有时间来我博物馆吗？有个宝贝给你看。诗涵，给我看什么宝贝啊？不会还是那个石包玉吧？这是你刚买的石包玉，怎么变成金镶玉了？这是纯金，纯度极高。诗涵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黄金完美包裹住了古玉，既保护了本体，又不影响后续检测，这方法简直前所未闻。也就简单修复了一下而已。现在咱们可以检测里面的古玉了。诗涵，你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，赶紧用仪器检测一下，看看这古玉到底是什么年代的。秦老，李女士，检测结果出来了，这古玉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，距今约5500年，材质是天然岫原玉，工艺非常精湛，是目前已知铜器玉器中保存最完整、工艺最复杂的一件。5500年，比之前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还要早，这可是改写新石器时代玉器工艺史的重大发现。而且这金镶玉的形态太独特了，黄金既保护了古玉，又提升了整体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对，诗涵，这金镶玉如果能上拍卖会，怕是要拍出天价了。各位来宾，欢迎来到千秦拍卖行新石器时代金枪古玉专场拍卖会。这件金枪古玉是距今约5500年的新石器时代岫岩玉，本次起拍价定为10亿元人民币，每次加价不少于5000万元。现在拍卖正式开始。11亿，12亿。
15亿。50亿、80亿、 100亿、100亿。没想到这件文物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，希望它能被真正懂得珍惜它的人拍下。诗涵，你这次又创造了奇迹，这件古玉能有今天的价值，全靠你的眼光和能力。380亿，380亿元，这位博物馆代表出价380亿元，还有更高的报价吗？380亿元第一次，380亿元第二次，380亿元第三次，成交。诗涵，380亿的拍卖记录，你现在可是全球文物界的名人了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多亏了各位前辈的帮助和支持。好姑娘，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你现在已经是真正的文物守护者了。收藏之路没有尽头，守护文化遗产也没有终点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宝贝，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让他们留在祖国，让华夏文明的光芒永远闪耀。